数码宝贝时空异客本作的游戏剧情呢，通关就得40多个小时，不算短了。但是玩家在游玩时会感觉到前10多个小时就能摸清玩法，后边的内容基本都是重复的，新鲜感会掉得比较快。本作的 IP 还原度是非常高的，作为数码宝贝的正作，料点很足 ，BGM 全是原作的经典曲目，听起来非常有那味儿。数码宝贝种类多，本作中有奥林匹斯12圣兽。另外，在动画作品中，历代的经典数码宝贝甚至反派我们都能见到。进化方式有些按照原作来，没有瞎改了，数码宝贝的粉丝是看得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原作中很多数码宝贝没有介绍它进化前后的样貌，对游戏中部分的数码宝贝自由发挥，我们也能理解。本作游戏依然是由 Mediavision 制作，万代南梦宫娱乐发行的。本作的美术相较于前作《数码宝贝网络侦探》中有了巨大的提升。那么，数码宝贝时空异客的核心乐趣就是收集数码宝贝、刷补给，然后进化，这是让人最上瘾的点。另外，本作剧情做的还是可以的。当然，本作与前作《数码宝贝网络侦探》很多设计类似，但是很多人也没有玩过前作，那么就放在一块聊了。本作一开始就让玩家快速进入游戏，因为游戏一上来很快就让玩家选择初始的数码宝贝进行战斗，玩家有很快进入游戏的感受。接着就进入了游戏的收集的内容节奏。本作的收集机制改得非常好它并不是传统的收集数码宝贝的方式，而是通过战斗刷数码宝贝的资料。打得多了，自然就能解锁这个数码宝贝。这种玩法相较于神奇宝贝扔宝贝球的玩法是有一个新鲜感的。第二点是这款游戏的战斗设计是省时间的。我们在遇到新的数码宝贝之前呢，能够搞偷袭，就像以前我们玩活跃制游戏一样在遇到怪物之前先偷一波，运气好的攻击力够能够一击秒杀，这样既能拿到数码宝贝的经验，方便升级，又能刷资料，方便转化出新的数码宝贝，而且不用每次都进入战斗模式进行战斗，省了不少麻烦。当然，如果你偷袭没有秒掉，就得进入正常战斗但是正常战斗中，游戏中也提供了快速战斗、自动战斗这样的内容，不用硬熬。打不过玩家也可以选择跑路跑路成功率非常高的。因为游戏中还有养成的辅助系统，有农场系统能够帮助快速养成数码宝贝。收集跟养成这两块都没有那么干。另外，相对于神奇宝贝这样作品的最大区别是，数码宝贝的系列作品中，玩家是可以无限的进化和退化的。因为在数码宝贝世界中呢，有成长期、成熟期、完善体、究极体等时期的各个数码宝贝，它们有一些重合，所以在游戏的世界中呢，任何的数码宝贝都可以通过退化、进化变成任意的数码宝贝，这是一个游戏设计的极大亮点。另外，游戏中还提供了一个小游戏是卡牌战斗，我个人觉得挺无聊的。第三点，我们聊一下本作的剧情亮点，是一个时空穿越与暖心成长的过程。玩家开局是一个接受任务的神秘时空调查局的角色，但是现实事件发生了跟数码宝贝的联动，玩家开始就是在现实世界中探索的。前期的剧情还像一个探索未知世界的感受，伴随着新手教学融入其中。玩家开始的核心是保护一个小女孩，任务是上面派的，那我们刚开始并不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她。在战斗中，我们会突然进行穿越，来回在3个时间段跳跃不管是数码宝贝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亦或是几年前、几年后的现实世界和数码宝贝世界，非常有新鲜感。在穿越之后，玩家会来到日本的现代建筑里面，也会在地下水道进行战斗，后面能穿越到数码宝贝世界，感受受到污染的生化危机世界，以及数码宝贝的森林数码宝贝的现代工业建筑等等。另外，在游戏中的原创故事还是比较细腻的，比如说穿越到过去的数码宝贝世界中，会出现一个生化危机的感受。比如说，一个医生救了海洋里的泰坦族的水鱼人，两个人不想让数码宝贝跟泰坦族进行战斗，所以两人就选择躲避这场战祸。后来我们穿越到未来再看呢，这个所谓的医生呢进化了，他更加专业了，水鱼人也变成了泰坦族水族的君主，之前的误会也解开了。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故事。同样类似的故事还有非常多，之前调皮的小熊数码宝贝后来变成了战斗场的厉害角色。我们能看到这些数码宝贝在这个原创故事中的这个进化成长是非常让人暖心的。但是呢，后期内容实际上还是有些套路的。整个的后期内容我们很容易就能猜测出来，这跟我们看到的数码宝贝动画是差不多的，基本就是凑齐一些角色，我们一起打怪兽这样的一个动画老套路。那么游戏的痛点是什么呢？游戏的痛点在于进化等级和战斗都比较卡玩家。第一点是合体进化是比较折磨的，这是游戏中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难点。合体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点是个性要匹配，数码宝贝中分为了4大个性，每个个性里面还分成4个小类，必须合体进化的数码宝贝必须小的个性都要对得上才能合体进化。比如说战斗暴龙兽需要热血，钢铁加鲁鲁需要胆识过人，不对上就合体进化不了。第二点是要求探员等级要够，探员等级相当于人物等级，它跟数码宝贝等级是分开的，但是很多数码宝贝的进化需要探员等级到一定等级才能进化的。
团员等级的进化方式是通过点天赋树才能升级，所以团员等级不够也会卡住进化。第3点呢，我们可以修改特定的数码宝贝路线，但是修改路线有2个方式，一个是比较看脸的，比如说每打4场战斗能够随机跟数码宝贝进行对话，有机会改，但是呢改的效果随机。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特训组合包定向更改个性方向。那么就是说明合体进化需要的条件比较多，包括玩家角色的团员等级要够，数码宝贝的个性要匹配，另外还有一些是要求各种属性要达到一个数值才能够进化的。第2点痛点就是游戏中等级是卡的比较死的，数码宝贝进化之后会回到1级，你得重新开始练。通过多次退化进化之后，数码宝贝的等级也会变成1级，甚至你退化之后可能就进化不了了，因为你的属性达不到进化要求了。另外就是之前提到的团员等级，团员等级的提升方式是通过你完成一些任务来达成的，包括支线任务，包括主线任务。那么剧情没有推到后面，探员等级是上不去的。你为了升级探员等级，除了完成主线任务之后，你还要完成大量的支线任务。所以在游戏大量时间里，玩家需要完成大量的任务，这样数码宝贝才能进化成究极体、超究极体。所以很多时间都是要玩家感恩游戏的。第3点，游戏痛点就是后期战斗是没优势的。虽然前期我们靠着偷袭、一击必杀，甚至可以偷一些战斗经验，可是后期主线任务的怪物明显变强了，等级跟玩家差不多的，根本秒不掉。只能硬打。那么自动战斗也是消耗时间、特别磨精力的。那么你要避免跟主线任务的怪物进行频繁的消耗时间战斗，你就需要完成大量的支线任务，让你的数码宝贝比对面的数码宝贝等级明显高很多才行。第5点就是游戏中的战斗机制的一些小问题啊。首先有些技能的描述跟实际是不相符的，比如说部分究极体的数码宝贝实际上是数码宝贝动画中原作的 BOSS 怪物。那么按照描述说，比如说有的技能是扣除对方全体的最大血量20%，但你在战斗中你会发现，实际扣除的是当前血量的20%，对方血量越少呢，伤害越低。还有的技能是让对方100%晶体化，但实际上呢也不是必中的，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技能描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第2点是有些的技能设计有些反人类，像是小丑说的超究极进化体暗袭技能，一次需要把所有的 SP 蓝条打光，但是伤害还很低。那我们想要恢复 SP 呢，只能买超贵的药，根本用不起。而且最让人无语的是，玩家是可以控制这个技能释不释放，但是你如果选择自动战斗刷怪的时候，电脑自动会把 SP 用完，之后只能进行PK 战斗，就显得特别尴尬了。第3点是 BOSS 战的设计其实有些离谱的，因为游戏中的预期可能是让玩家刷完这个主线任务之前的所有支线任务、所有的其他任务，再来打这个 BOSS， 所以 BOSS 的血量跟攻击都显得比较高。另外，我猜测很多的 BOSS 设计是不是百分比伤害的？这样不管玩家的数码宝贝等级多高，挨一下都挺疼的。可能在多数情况下，玩家打 BOSS 必须嗑药，除非玩家已经干完了所有的支线任务。那么第6点，我们来对比一下数码宝贝跟神奇宝贝2款游戏了。相同的乐趣点都是收集跟养成，游戏中的战斗逻辑也非常相似，而且2款游戏都是按动画 IP 来做游戏的，不容易出大错。数码宝贝游戏的优势是游戏中的数码宝贝数量共475个，其中还空了几个位置，可能是 DLC 的内容。进化模式非常多样化，游戏中的人类角色跟数码宝贝的羁绊感更强，剧情偏向于拯救世界的大事件，游戏开局新鲜感够足。神奇宝贝的优势呢，剧情更像是小品，一集一集的一个道馆挑战，不容易腻，玩起来有回顾真心镇小智的奇怀感，而且通关后能够进行网络对战，游戏寿命更长一些。但是核心的问题在于，数码宝贝的类似的剧情内容都是最后拯救世界，这个剧情有点太沉重了，而且玩家不仅很容易想到游戏的结局，甚至连故事的走向都能够大概猜到，所以玩久了会容易疲劳。神奇宝贝显得更轻松，挑战道馆更日常，当然主线剧情也是拯救世界的一个过程。可是，在游戏的推进过程中，我觉得神奇宝贝的剧情推进是不如数码宝贝推进的跌宕起伏的。神奇宝贝不管是动画原作还是游戏，它需要的是小品式的剧情才能引起玩家的兴趣，那否则玩家是更早疲劳的。可是以上内容只是游戏设计层面的，或者剧情上面，亦或是动画原作中的一些内容。最近神奇宝贝的新作发售了，游戏美术上面人物模型低劣，台词没有配音，动画剧情呢不仅老套低幼，而且充斥着纯粹的废话，就说明神奇宝贝的游戏设计者完全不用心。所以呢，神奇宝贝游戏跟数码宝贝游戏对比来讲是差的有点多，甚至不足以与目前的数码宝贝游戏进行对比了。所以呢，总体来讲，数码宝贝时空一刻我会给到7.5分。游戏中的 IP 加成的内容，即使是路人玩家看到也会感觉非常优秀的。数码宝贝粉丝肯定非常喜欢这款游戏，粉丝可能会给到9分。游戏中的正版的 BGM、经典数码宝贝原作的进化方式都基本还原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讲，实际上代入感是稍微差了一点点的。游戏中的对话虽然有很多人物配音，但是呢，数量非常多，而且是显得非常幼稚的。
可能正适合非常年轻的玩家玩这款游戏，带有大量的情绪对话，让我这样的老年玩家听着容易犯困。当然，游戏的巨大优点就是可以无限进化退化，这个设计特别好。这样使得一个数码宝贝可以通过退化进化成为任何数码宝贝，自由度很高，这一点是值得保留的。游戏甚至可以改变一下战斗模式。神奇宝贝的新作中的战斗模式有点类似于《最终幻想》，是一个卡着技能 CD 的另类的活跃式战斗，已经开始在游戏的战斗系统中有所改变了。但是我觉得战斗模式可以改成动作类游戏，我可能比较喜欢像龙珠或者火影那样，选择不同数码宝贝有不同的技能，能够瞬移，能够针对克制。我觉得动作类的战斗比活跃制更加爽快，也符合数码宝贝动画里中的战斗感。另外一点就是改进方向可以减少部分重复内容，比如中后期的这个黄金骑士团任务其实都比较重复，你玩家游玩20个小时之后还要做大量的任务，特别累。第三点就是优化一下 BOSS 战斗，不要搞全属性提升的 BOSS。但是回合制战斗它本身就有这么一个问题，特别是日式回合制战斗，就是通过玩家精妙的配合、战斗容错率比较低的技能配合来进行战斗的。但是呢，我觉得好歹让玩家有1、2种属性可以克制的，让在战斗的某个阶段玩家是有节奏变化的。那不然玩家收集再多的究极体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啊。在游戏设计者看来 ，BOSS 在战斗中提升所有的属性，这其实是非常偷懒的一个设计，就完全的数值提升设计，没有很好的一些机制和变化，带来战斗的新鲜感。战斗中可以加入 QTE 或者一些突发剧情，更有动画中的冒险感。我觉得不管是数码宝贝还是神奇宝贝的两个作品的 IP， 都要有大量的变化。大家看动画的孩子都长大了，如果还是按照老套路做呢，很难吸引到新的玩家，而老玩家对于这个套路会显得越来越烦恼。本作的数码宝贝时空一刻游戏，我觉得本作对于前作是有一个巨大提升的，在美术方面、玩法方面，还有游戏呈现方面尤其明显，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随着数码宝贝动画 IP 的逐渐式微，之后的数码宝贝游戏的作品可能会显得越来越粗糙了，因为这个 IP 的寿命是有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的。可能多年之后回头来看，数码宝贝时空一刻可能是数码宝贝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